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2所美国藤校毕业，曾经的企业高管，如今再也不上班。我是 Ella， 欧洲音乐名校毕业，自由的青年钢琴家，从来不上班。我们是2位成长足迹遍及世界4大洲的现代女性，在不上班这个播客中，我们期待和你探讨一切上班以外的世界。不上班，在充盈的精神世界里创造，在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热爱，在尽量健康的心理世界里生活。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上班。今天是我倩和我的好友猪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 FIRE 之路。在接下去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的老搭档 Ella 和我会分别开始尝试一些自主的命题，我们当然还会合体，经常合体，但是也想在合体之外的一些这个领域能够各自去探索一些各自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像 FIRE 离我就非常的近嘛，我觉得也是不上班的某种方法论或者精髓。我们今天大概的标题情绪标题叫做30+的我俩竟敢选择提前退休 FIRE Financial Independence and Retiring Early。我们2条不太相同的这个 FIRE 之路又将通往何处？都通往了里斯本。对。其实我还准备了一个小的副标题，叫做从数字自由到精神自由。因为我们待会儿会聊到跟 FIRE 非常相关的一个话题，就是你那个数字，魔法数字到底是多少？实际上我们俩的答案都是没有那个数字。对，所以我们不是那种教本宣科式的 FIRE 的这个路径并且呢，后 FIRE 时期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到底我们要寻求什么样的人生？你闲下来了，不用去上班了 ，so then what， right？所以这个话题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感兴趣。好了，废话不多说，我觉得我们先请嘉宾猪猪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大概的个人情况。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猪猪，我今年41岁，我是在37岁那年，也就是4年前FIRE 的。当时我住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在疫情的时候差不多决定 FIRE。2021年的夏天搬来了里斯本。那我的个人背景就是在上海读的本硕，毕业之后在上海工作过3年多的时间，然后我就去美国住了8年，也就是工作了8年，然后就搬来了里斯本，所以到现在已经再过下个月我就满4年没有工作了。恭喜恭喜！谢谢。所以你的这个anniversary 周年跟我很接近。我也是，我是4月份离开工作，4月份来到里斯本，所以我是即将不工作3年，即将搬来里斯本满2年。我们还有一个很多相似之处了，其实就是正巧都是上海人。对。然后我们俩的工作时长大概都是8年左右。待会儿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秘诀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人家老一辈要60几岁才能退休，我们8年就可以退休？其实也不是富人家的小孩，或者说吃到了巨大的红利，没有我们其实都没有。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道路也许是可以有所给他人借鉴的。我是上海出生长大，但是18岁就来了美国，对，本科开始。之后的工作都是在美国进行的，所以相对来说这个薪资会高一些如果跟国内或者其他一些这个地区的工资相比的话，也帮助我比较快速的去累积。我想大家可能相对我的这个故事还是比较熟悉，但是我还是为了这个本期新吸引来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稍微讲讲。18岁去到美国之后，读完了本科，先是在战略咨询，然后是进入了一些科技大厂。再去读了2年 MBA， 花了好多钱，所以这其实也算是某种 FIRE 路上的这个错误。谁没有过呢？谁没有过呢？生了个孩子，对吧？然后继续工作了2年，也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开始有了一个转变。其实我跟猪猪最大的一个不同是，我自己在离开工作的时候并不认为自己是 FIRE 了，我觉得我是裸辞躺平了。我当时是觉得不管钱存到什么程度了，我就是不想工作了，我就是不想上班了，应该更准确的说。我的这个调整可能跟追寻 FIRE 之路的这种过渡会长得不太一样，待会儿我们也会仔细分享。那我在31岁的时候选择了离开工作，在32岁的时候
就第2年选择来到里斯本。其实猪猪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上小红书是为了看你的信息，因为猪猪有一些分享看到你的这些前面的故事，让我觉得可行，更让我有了信心。因为毕竟在搬去一个第3个大洲，在30几岁那样的年龄，而且有些朋友可能知道，我当时还是放弃了美国的很多东西所以很感谢猪猪。没想到现在我们画了一个圈，回到了里斯本，并且还坐在一起跟大家分享这个体验，太神奇了。是的。那说到 FIRE 的话，我们可能不能只讲自己还有自己的个人情况，包括家庭的组成等等。那猪猪你呢？我有一个7岁的儿子，他在读小学1年级，他刚满7岁，上个星期。然后我的先生是美国人，他在FIRE 之前，他是在一个学校做老师。有 pension 吗？有过 pension， 但是没有积攒到那么长，因为他当中有跳过，比如说在私立跟公立之间有过千万。明白明白。我这边的故事，跟你很不同跟你的个人情况很不同。首先没有孩子，但是我们正在计划，并且正在快要熟了，看得见。其次呢，我也是结婚没多久，真的是距今1个月出头一点吧，就是还没有习惯说叫他老公这个程度。然后我的伴侣呢是几乎没有什么存款，没有什么储蓄的艺术家、电影人。但是他的一个我觉得增长点吧，讲的难听一些的话，就是他的这个事业是他真正热爱的东西，是他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东西。所以当时我觉得我们2个人组合可能是一个是fixed income， 我是 fixed income 已经稍微稳定一些了，但是之后可能没有很大的发展了。他是那个潜力股。但是潜力股还有个问题，你会不会想到说，因为他是潜力股，会不会把你的 FIRE 之路给拉得倒退一点？其实会不会有一个拖后腿的那个可能性？我要看是谁试图慧眼识珍珠，但是谁知道呢？我觉得我的伴侣他非常的勤奋，首先，其次他的事业上虽然是一个电影是崭新的一个事业，已经看到了非常大的潜能，就是初期收到的很多反馈都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行业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的长青的，电影这个行业相对来说没有这么的受大环境的影响。其次它是一个创作型的行业，插聊工作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对你来说是一个是一个这个大脑一起共创的一个过程，很智性的。对，这些都是优点吧。对，当然肯定也有缺点。我在他之前我是没有约会过任何这种经济上不太靠谱的对象。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我在他身上感觉到非常的一种纯真的那种美好。就那种是我特别在一个人身上，特别是在中年男人身上appreciate 的点。但是我就很喜欢他这一点。待会儿他一回来我就跟他讲这一点。反面呢就是很敏感。因为你想很纯真的这种性格往往会，对，但是硬币的两面。对，硬币的两面，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也很惊讶，我最终会做这样一个伴侣上的选择并且是在我所谓的FIRE 之后，竟然去选择了一个理论上来说最容易坑害我的这个伴侣。做了大概的我们的各自的背景的介绍之后，接下去我想问问猪猪，你是自认为自己是哪一种火的类型？因为火有好多种类型。我之前退休的时候知道的就是肥火、瘦火，还有海岸火和咖啡师火。那我当时就是这4个。当时就是这4个，对吗？那我肯定是觉得我当时是瘦火，因为我当时我是觉得说，我离 FIRE 还挺远的，要不是当时的一个迫切的心情，让我就当下就觉得，我不要再工作了。可能我就可能就是我会再工作下去好几年这样子都说不定。所以我觉得我是偏瘦，肥肉不多的火。那瘦火和肥火，大家我觉得顾名思义肥火就是钱很多。他退休了之后，他不用降低，或者说他在存钱的时候，他也不用改变生活方式，也不用地理套现。对，比如说创业非常成功，一下子就几十几百个 million 这样赚好了，那他这辈子就不用担心了。
可是其实我也很好奇，我觉得很多赚了这么多钱的人反而放不下就是我其实生活当中好像也没有看到过太多巨肥的货。我反而我的观察跟你一样，我反而觉得很多人其实就是2米或者3米这个范围，就2米、3米、4米之间这个范围退的反而很多。对，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如果你挣一份非常非常高收入、非常光鲜，你反而会有一种舍不得，这是人性嘛，也很正常。但反而我就觉得也没什么。也有可能是像我们这种野心实在不大的人，也挣不到什么4、5、6以上的。对啊，所以这个钱可能也是一种禁锢，对不对？会不会就是你多了以后，你又觉得我还再来一点，就是赌注心态在这个晚一些下赌桌。所以肥火我在生活当中其实真的是蛮少看到的。可能有的话也是，就是一直是不太需要工作的，他就是钱生钱，富二代那种。那我认识的肥火有，但是不多，但他们就是真的是碰上了机遇，就是工作的公司上市了，在硅谷。确实是有的，然后也确实离开了，不错。那他们会留在硅谷居住吗？有留在的，不像我们需要搬到地里套现一下，有留着的。对，但是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很好的一个观察就是，其实很多人都可以火，只要去修改一些它的参数啊等等。如果说你本来就住在比里斯本还要便宜的地方，那你可以再去更便宜的地方地里套现哈。是的，这个作为个人行为的话，我们都不会去评判这个道德的高下，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的现象，倒是值得讨论的，就是一种特权，对不对？我们从美国赚了工资到了里斯本来花，实际上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重量在你的身上。有这个社会的这个道德责任的这个问题的讨论，很多观众可能也会。好奇就是为什么里斯本？其实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对于欧美的这个 FIRE 一族来说，里斯本大概就相当于是什么？国内的大理、曼谷、巴厘岛。对，所以其实挺俗的。今天我也查了一下这个肥火瘦火barista 火，所以我正好在记忆比较新鲜的时候跟大家分享。那肥火顾名思义，瘦火就是它的反义词，就是将足够。然后之后你的退休之后的生活可能需要稍微节俭一些，或者说要按照你计划去走。对，如果说这个居住的城市太贵了，通货膨胀很厉害，你可能还得搬。对，瘦火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火种。还有一个海岸火，我其实一直不知道海岸火什么意思，我现在查了以后，你告诉我是不是讲的有所偏颇哈？这个叫做 coast fire，coast 就是指你先猛蹬了一阵之后，就是努力了一阵，扑腾了一阵之后，你就可以去滑翔 coasting，意思就是说，如果年轻人从22岁大学毕业，举个例子，到30岁，猛存，对吧？就非常努力的去做这个高薪的工作，存了非常多的存款，那他可能在30岁左右，他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把这一份钱不断的去增长复利等等，但是他30岁之后可以接任何工作，他就可以不再去存款，不再去担心存款。就是说，他之前的基础已经为他的以后的，比如说养老做好了准备，他就不需要往养老的这个铺里面去存钱。对，没错。所以就相当于，比如说，在我刚才那个例子当中，他存到30岁，30岁到60岁之间，他可以随便干什么，对吧？但是这个海岸火，我身边好像也没有，你有吗？好像也没有，没有人真的去 Costco 划小票，对吧？没有。那 barista fire 我觉得还挺多的。对。barista fire 顾名思义啊，就是fire 了之后去做个coffee barista。为什么会选 coffee barista 作为一个代名词？就是因为很多人会就是开玩笑说，半开玩笑说，我等到不上班之后就去星巴克做咖啡，或者去哪里划小票，或者还有什么做体力活，或者去做义工，或者去开流浪动物收容所等等，对，去做一些自己想要做，是为了医疗保险。比如说在美国的话，对，挂靠一个是吧？你下次如果挂靠一个公司可以 cover 你的医疗保险，那是很大一笔支出。怪不得叫 barista， 因为星巴克是给这个有名的给，或者你去美国的公立学校食堂工作也是 cover 也可以给了我们很多想法。我一开始以为我自己是算是 barista fire，直到我发现。还有一种新的名词叫做火烈鸟 fire，flamingo fire。火烈鸟呢，就是它的形象是一只脚踩在地上，另外一只脚勾起来。这就是代表着这一种 fire 的人群的一个做法，就是你完成了大半的退休任务哈，就是存了足够多的这种
safety cushion 吧，钱存到了有一定的这个安全感之后呢，你就可以翘起一只脚去做一些你特别喜欢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比如说写作，比如说和我的搭档托比去合作做电影剧本的创作，我都不知道钱在哪里啊，真的是没有这个很明确的一种回馈的这个可能性。但是火烈鸟 Fire 的这个优势，或者说它的这个 draw， 它的吸引人之处就在于你已经有了一个大的这个垫子啊，一个 cushion 之后，另外一部分你做的这个热爱的东西，它不一定需要及时的去 return 给你钱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跟 Barista Fire 有一点点像，但是 Barista Fire 更像是做一个可以给我保险的工作。对，就是说是要有一些收入上的补贴的工作。对，但是火烈鸟更多是创作型啊，或者说不靠谱型啊，为爱发电。为爱发电，对对对，说得很好。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更是一个火烈鸟吧。我们还有一个 fire 形式，今天也是 ChatGPT 告诉我的，叫做 slow fire。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到，至少可以享受到 slow fire 哈，其实就是慢慢的，没有像我们这样所谓30几岁就提前退休了，很 sensational 的这个title 哈，但是也不要60几岁退休嘛，也不要到了退休年龄再退休。如果你想要早一些自由的话，那就考虑 slow fire 这条路。也就是说，在过程当中你可能不需要非常极端的去省钱，或者说不用这个非常苛求自己去做好所有的投资啊、这些计算啊等等。但是你可以慢慢的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或者说你的心态上已经发生了这样的转变。那我们讲讲目前我们各自的状态。刚才你有提到你已经来里斯本多年啊，然后你现在怎么去描述你的退休后 fire 生活呢？我没有经历过所谓的退休后的低潮期，因为比如说在网上看一些文章，会觉得有些人有的是耐不住寂寞又回去工作了，有的是他会有个抑郁的过程，会觉得说啊，我应该做什么，或者说我还有没有一些可以交流的朋友，他们会有这个过程。但我倒是没有，我一直是挺嗨的，就是每年做的事情我不一样。比如说我从第一年我是觉得啊，整个里斯本，整个葡萄牙就是一个新的旅游目的地，把它当一个旅游目的地去过，就很有新鲜感。就蜜月期吧，先生来讲，他是经历过所谓的低潮期，包括比如说在交朋友方面，他是一个需要更多时间的，因为他是一个对交友的质量要求比较高，是需要更多的有一些 deep connection 的人。但我的话可能就是酒肉朋友，大家吃饭我就觉得很开心，就满足我的所有的社交需求了。然后我也很快的找到了一些不同的朋友。所以第一年的话，就是说可能我有点比较如鱼得水，他是比较有一点慢慢的在适应当中，逐渐的呢，那从对这个城市的好奇呢，我就转变了，去做了一些不同的事情。比如说我尝试去学骑马，然后我在我们社区做一些志愿者，吃剩下的饭菜，从学校公立学校或者是从大学还有餐厅，我们去把它拿过来，放到一个中心。去重新包装，晚上给需要帮助的人打包给他们，所以这个我也做了1年。对，然后我来了之后也开始尝试滑雪，每年都去奥地利或者是多罗米特去滑雪。到了第3、第4年的时候，我觉得我又有点对葡萄牙有点呆腻，所以过去的这2年我一直是旅游很多，所以不是在计划旅游，就是在旅游的路上。1年要4个月。1年我不在里斯本肯定有4个月，对，所有的学校假期都不在。然后我队友的话，他就是经历过一个低潮期之后，来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绪期，那就是去年吧，因为前年他滑雪进了骨科，动了一个手术，然后就触底反弹了，但是今年他又骨科。又进骨科了，但是不是因为滑雪，可能就是老了，比如说肌肉，我觉得就是肌肉流失吧，容易拐到或怎么样，就是他的半月板要做一个小的切除手术，让他心情又有点起伏。但总体而言，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我们还是觉得很庆幸，我们来到里斯本。
对，因为这些事情其实你在工作的时候也会发生。对，就说你在工作的时候发生，你更痛苦。对，是的。我怎么去协调工作，怎么去协调孩子？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抱着来一个问题，我们处理这个问题。对，对，这一点上我也很有心得哈，就是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不是说一帆风顺了，或者说就真的是整天嗨的不行了。包括其实猪猪是旅行派哈，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各自代表着一种很多人的梦想吧，可以说有些人不想工作了，就想这个整天可以全世界旅游啊，就是退休之后想这样做。而我是代表着另外一部分人，不去上班了之后就可以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不管它是什么。但是这个过程，这个 day to day 不是说每天都甜到像在糖里面一样，但也不会像有些朋友会说太无聊了，你们一定会闲不住等等。因为我是一个比较homebody 的人，所以我跟我的伴侣呢，两个人喜欢把家弄得很舒服，同时呢，就可能因为还有一只很大的狗哈，就经常就觉得。旅游也就那样，也会一年大概也有2个月的时间在路上，总共加在一起，但是也很开心在家里，所以我们的生活其实是非常 fixed 的啊。就是我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比较的稳定哈，这个过程达到这个稳定的过程其实也花了一段时间。首先我的不上班之后的第1年其实还是在美国度过的，就是在那段时间当中，也经历了一些迷茫吧，因为那个时候我只是知道我不想去上班了，但是我对未来的生活的规划没有那么的明确，直到我发现可能我那段感情是一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阻碍，因为我的当时的那一位伴侣并不是对于这个早退休的生活真正的认同，就是我以为他认同。但实际上发现，逐渐的我们有分歧。在离开那段感情之后，我就不被捆绑了哈，然后我就可以自由的去做这样的计划。葡萄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容易的选择。其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签证是非常非常的顺利。我是11月底分手啊，第2年的3月、4月左右，我就已经来到了里斯本，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而来到了里斯本之后。也很幸运的一点就是马上就认识了托比，所以我跟他的生活就开始融入到了一起，也奠定了我的这个后 fire 的这个生活的模式，汲取了一些他的这个生活的精华，因为他在葡萄牙时间比我久，我们就开始过上了一种以创作为生可以说，同时呢就是与自然非常非常的接近，森林里采蘑菇呀，遛狗啊，海边去游泳啊，一般是先去森林再去海边，因为乔治会先弄脏，然后去洗一洗。葡萄牙的这个自然环境，我觉得托比和我是不会厌倦的。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元素哈，就是对于这种自由生活的这种感恩，待会儿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自由到底自由吗？那我也准备了一些话题跟猪猪一起讨论哈，大概分成3个部分吧。第一个部分就是讲讲我们为什么想 fire， 怎么 fire， 然后第2部分呢，具体再细聊一下我们 fire 之后的生活。最后一个简短的一种展望，或者说跟大家分享我们对于这个 fire 这个现象的看法，好不好？好。那猪猪，我想问你，第一次认识到 fire 这个概念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我不记得，但是我是自己觉得我从小就知道我不是事业型的，就是我并不是要以赚多少钱为目标的一个人，我好像就是生性对钱比较淡薄，属于性格很自洽的那种人，安全感也比较多的，所以我至始至终知道我不需要去工作做得怎么样，但是我是希望我人生能有很多丰富的体验。所以当我以前在学校里面，包括在读本科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的希望的以后的工作也是那种能够取得一些就所谓的平衡吧，就那时候说的什么 work-life balance， 我就希望一个工作是让我能够有一些很足够的业余时间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底子吧。然后在工作的时候，特别是我搬到美国之后，就是说开始接触了股票投资，当时就开始有了一个理财的意识。我觉得应该是在我到了美国之后，接触到了这个 FIRE 的这个概念。大概是几岁那个时候？30岁有了，31吧。我是26岁，31，那你很早。
你比我领先很多的一点在于，我是折腾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发现我要其实我不是有什么事业心啊，其实更多是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这个样子，去追求，去苦一苦，去这个闯一闯。但实际上我发现我也不喜欢这个职场的很多的互卷的一种环境哈。之前的几集当中我有讲到，我觉得我对职场一个比较大的不满意就是很多的这种精力都是浪费在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上，并不是去形成一种正向的效益，对，不管是对自己的成长还是对于企业的成长，我就觉得这些浪费这个效益的损失是让我非常的受不了，才华和时间都浪费在这些东西上面了，不值得。就算确实是有收入，每个月你拿到的这个 paycheck 还是舒服的，但是逐渐我发现这个获得的一些负能量、一些有毒的压力，甚至对于身体的影响等等，让这一份工资就显得已经逐渐不值得。对，另外一方面。你刚才有提到你对钱的这种感受是吧？我们两个在这一点上还比较相似。就好像消费欲望一直不是那么的高。对。这样的人可能更适合走上 FIRE 之路吧。我觉得 FIRE 就是 you can work with any number。但是在于你是愿意为了这个付出，你要降低多少的开销。是，所以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本来就没有这么多的向往和要求的话，把钱存起来，变成一种安全感，变成一种未来的自由，其实也是很有价值的。对，而且对我来说就是挺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是。我大学毕业刚开始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一个美国的金融机构工作了3年，那时候我并没有任何的理财意识。包括那时候，如果我在上海那时候买房子的话，我想我现在也是可以直接FIRE，但是也没有经历那一步，因为也没有想那么多。但是我到了美国之后，也认识了我先生，然后就开始我们把钱放在一起，然后存起来，然后我就去做投资。所以大家看，其实我们能够相对顺利的 FIRE， 对吧？并不是说我们踩准了每一个坑，你就没买上海的房子。没有，我没有买 B 所以其实不需要踩准每一个红利啊。我觉得我也是从小就可能挺喜欢有钱这个状态，就是我是觉得我是需要钱的，但是我其实脑海当中也不是特别明确我到底要来干嘛，因为我也没有需要去很奢华的餐厅呀或者旅行同时奢侈品上面我觉得18到23岁左右那个阶段有过一阵子的这个向往，但是往往那些基础的好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大包、一个小包、一个钱包之类的，都买齐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2次的这个念想。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现这些钱还不如留作一种安全感，对不对？现在就很感激当时的自己。所以，虽然我们 FIRE 这个概念认知的都挺晚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以各种形式，好像已经走了一大步了啊。对，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我的第一步就是我的这个性格本身跟我的就是一生追求性价比的女人这一点，就是已经是打了一个基础了，已经打好了一个基础了。然后认识我先生之后，又觉得，两个人的财务可以又更上一层楼。就一方面很自然嘛，你住在一起，那你的开销就不用两份的租金，自然而然就是省下了一大笔钱。对。然后第3点就是说，我觉得我有一个比较，我其实一直说，就是说在美国投资是不需要 financial advisor， 但是在我先生的这个 case 里面，我觉得他们家有一个 FA 是有好处的，因为没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的话，他也是一个比较节约、比较追求性价比。比如说，为了节约每 gallon 10 cents，他可以多开5分钟的车，对，他会多开5分钟去加油那个人。所以金钱观还是比较接近，但他没有学习过一些金融的知识，所以他不一定就知道你要401该怎么搞，你 Roth 该每年放多少，他其实没有这个概念在。那有一个 financial advisor 的话，至少说把那些基础的东西都帮他已经架设好了。对，再加上他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节约，就是节省的人，我觉得这个组合挺好。对，所以我们2个组合放到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火花吧，可以说，就是说他之前的投资是偏保守的，就是比如说一些道琼斯类的股票，可以说是分红偏多，分红型或者说防御型，比如说 Costco 啊、Home Depot 这种。
那碰到我的风格就是指数加上大科技，特斯拉和英伟达是吗？对，英伟达、特斯拉那种，所以天选的对，这所以我们个结合两个碰到了之后就觉得确实财务上是更上了一个层次。不像我，就开个玩笑啦。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你提到 FA， 我也觉得是不是上海女人特别精明，都觉得 FA 的钱是不用付的 ，FA 就是 financial 对， advisor 就是哈。为什么要花这钱呢？对，买指数就可以。我真的很想把它撬掉。对，但是我也仔细这个 reflect 一下，我发现有些人是适合 FA 的啊。我曾经约会过一个对象是医生，其实医生非常适合用 FA，因为首先他们有足够的这个钱，每月会有很多的这个钱需要被去投资，同时呢。医生听说是最差的 investor， 就他们医生他的自我很大，如果你让他自己去投资的话，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所以他会非常相信自己，过分相信自己，做出一些很不好的投资的决策。所以其实让一个 FA 专业的人士去advise 他们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对。不是所有人都需要 FA， 上海女人一般都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开玩笑，开玩笑。具体就是哪一刻想好我要退休的呢？其实在那个之前我就一直向往，比如说在大概2018、2019年的时候，我其实一直有向往，就这个东西一直是我在 picture， 在我的脑海里在 picture 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一直觉得我们钱还不够。后来2018年我生了一个儿子，在之后呢就发生了很多事情，就比如说他非常的难搞，就在我眼里他很难搞，让我觉得就是很痛苦。然后2020年的时候就是疫情爆发了，那他幼儿园就托班，美国全国的幼儿园跟托班都是停学了大概半年，然后那半年就是太痛苦了，就是2个人在家里要做一些视频会议，同时还有个高需求的1岁多的娃待在家里，就是这种日子就对我来说啊，就是不是人过的日子，我就不觉得任何一个人应该去经历这样的事情。所以那时候的当下，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不想做，这样的环境我不想待在这里。我们就想，我们应该做出一些改变。即使我们大致的一个目标没有达到，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在我们现在有的这个钱的基础上，我们想想看，我们去哪里，我们搬去哪里，可以让我们不用工作，但是可以活下去啊，活得还可以。当时我们就在想去哪里啊？所以其实还是一个环境吧。如果没有疫情，可能我没有那么快的决定，fire 可能还会再等个1-2年、2-3年都有可能。所以你原来其实并没有把目光定在里斯本哈。我是就那一刻我想到我要改变，我就去开始找目的地。那找目的地也就是要能够去的，就是签证能够得到的，而不是我黑过去或怎么样。然后因为有小孩子，那我对安全、对教育。可能也有需求，比如说可能一些，比如说南美的国家，我直接删除了，因为还是毕竟有孩子，我觉得基本的一些基础的教育跟基建还是要有，包括医疗所以我当时最后想的是3个目的地，一个是大理，一个西班牙，一个葡萄牙，当时就在这3个里面做挑选，然后大理有一个很大的吸引我的地方，就是那些创新型幼儿园。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时中国我还是不能轻易回来的，因为我还是中国人，我能轻易回来，但是我的先生、我的小孩就很难回来。这是一个大的比较客观的因素。然后在西班牙跟葡萄牙之间选的时候，我们就看了很多那些英文的视频，对，当时就在比较，后来决定还是觉得葡萄牙比较好，是因为在当时的美国的环境已经开始，你知道已经经历了那个。就是Trump 4年嘛，4年的要末期了，已经看到了这个社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越来越大的一个分裂，是的，而且是越来越放在表面上的一个分裂。我们就想去一个分裂不要那么严重的地方。在当时做下来功课是听说，西班牙它是因为每个州每个省它是自治的，对，它连法律都不一样，包括你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连 vaccine record。都不一样，都要那边去拿过来或怎么样，就是它有很多不相通的地方，更不要说它有一些自治省是讲自己语言的，所以当时我们在想我们不要去一个也是如此 divided 的一个 country， 然后就是看了一下当时的签证，也比西班牙的容易，西班牙还要体检啊什么的，当时我就觉得葡萄牙这个
签证要求并不高，很容易就可以做好。你具体是葡萄牙的第7和西班牙的非盈利签证2种？对对对，我当时就是粗看了一下他们的要求，那我就发现还是葡萄牙这个更适合，而且西班牙有的州还有那个财富税。哦，对，它不是单单是 income， 它是财富，就是你的资产就要交税。对，那这个的话就是个 big deal。对，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葡萄牙。我再加一个的话，我觉得语言上也是。英语的普及度更高一些啊，所以其实当时我选葡萄牙，当然因为有我家人的因素，其次还有就是，我觉得其实你不是在选国家，是在选城市。具体里斯本对我来说就要好于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对，巴塞罗那就处于加泰罗尼亚这个地区，所以你还要学嘎德玛。并且是一个分裂的环境。马德里的话呢，就是气候没有太热这么好。对。所以其实一个这个伊比利亚半岛也有很大很大的区别。是的，是的，我们之前也想过巴塞罗那，但是一方面就是说你说的那个加泰罗尼亚语，他们的所有的公立学校都是叫加泰罗尼亚语的，就没有选择的。对。当然你可以去选，除非你去国际学校啊。对，贵很多。还有什么原因啊？那个巴塞放弃的原因？当时做下来功课还是觉得比里斯本要再贵一点，而且治安也要差一点。是。而且整个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播，因为我觉得我对西班牙还比较熟悉，以前去旅游很多次，然后我觉得西班牙的歧视是很严重，不是说对中国人，而是西班牙有非常明显的，比如说你是 Hispanic，你是墨西哥来了，你是阿根廷来的，就是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社会的鄙视链，这个也是我不喜欢的。这边也鄙视巴西人。对，但是我觉得比西班牙要好很多。我觉得葡萄牙人总体来说是温和型的。对，比隔壁要好一点。我不知道这个适不适合我，但是我是来了之后发现对巴西人，特别是巴西女的，也是有鄙视链。但这个鄙视链我觉得比西班牙还是要好。OK，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个大家上下文可能没有啊，就是葡萄牙人也喜欢跟西班牙人对杠，就是觉得我比你好，你比我好。然后在葡萄牙的中国人和在西班牙的中国人，因为大家做了不一样的选择嘛，实际上我们都是一挂的人。但是可能会在葡的中国人说葡萄牙好，在西班牙的中国人说西班牙好。这2个国家都已经很好了，我觉得作为一个 FIRE 的目的地。对，而且我觉得很感激的一点就是他们对我们的这种相对开放的这个姿态哈。有这个签证的选择已经很不容易了。是的。其他的话就是精益求精吧，像我们2个各自做出的这样的选择。里斯本确实是非常的优异的一个选择，尤其在你来的时候，因为在我来的时候，包括现在又是2年之后，对，价格贵了太多。对，我们真的是切身体会得到。你已经在涨上去之后租的，对，我就是租在了Dieppe。你是租在了这个疫情期间的这样一个低潮期。对，2021年6月。幸福，因为这一个就差1年。是啊。第2年的夏天就涨得已经一塌糊涂了。但是我觉得不能因为已经涨了太多，你就觉得这不再是一个好的选择。有的时候追涨没办法，你只能这么做。deal with it。对，只能 deal with it 否则你就更加错过了一个机会，之后一直在后悔啊。所以我来的时候已经不算早了，已经《纽约时报》每隔几天就要报道一次，在葡萄牙、在希腊、在西班牙的美国退休人士等等。这个现象已经非常非常的普遍了。但是里斯本也造成了一个比较好的现象，我觉得就是人群非常的国际化哈。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对我来说选择退休城市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我其实在选里斯本的时候，当然没有要考虑小孩的问题，我那个时候八字没有一撇的，刚刚分手的型但是来了之后发现这是一个额外的一个优势所在。首先如果父母愿意的话，他们也可以每年过来退休半年之类的。其次呢，也是一个我觉得对小孩非常友好、对家庭非常友好的地方，所以我才敢怀孕。对，说到怀孕这件事情啊，就是我非常理解，就是说你敢在里斯本怀孕，因为我们当时从美国搬来葡萄牙，就是第1年每天都在叫，怎么这里对小孩那么好，就每天都在感慨。包括后来我表姐有来看我，因为她也从美国过来，她也每天在跟我说，哇，你们这葡萄牙怎么对小孩那么好，就真的你可以就是切身的感受到每个人对小孩的善意。就比如说他带着我外甥过个马路，就可能那个路口那个路口可能是没有绿灯，红绿灯还是怎么着，反正那天没有，就有个大叔就冲到马路当中，帮他两边挡好，让他过马路。
而且就是这里好可爱的大叔大哥就很喜欢对小孩子摸头杀，哦就可能觉得你很可爱或者怎么样，就是只要走过就会摸他一下。还有就是你去一些地方，你就在排队啊，然后人家看你抱的孩子就说，哎，你过来，你不用排队，因为你是小孩，你可以直接插队，插到最前面。我当时就是很震惊。在美国没有啊？在美国，其实我们小孩那时候已经3岁多啦。不可能有，我觉得在美国它是纯就是说2岁以下，而且你想你过安检，就除非你是 TSA pre-approve，你再小也没用的。但是在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直到去年都还在走机场的快速通道，他都让我们走，就今年不行了。我也开始走快速通道，是的，我是第一次体验这种优待。还有就是一个总体的。不是说有哪个规章制度，就是你真的能够感觉得到，孩子在饭店里面哭啊闹，不会有人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你，更不会有人嘘这样子，就你听不到这个词。就如果你哪次你听到了这个词，那个人他不是葡萄牙人。我被嘘过一次，是一个中国游客。被嘘你？因为我们当时4个女孩子在那边聊天，也是聊这个想要就是远离工作这样的自由的生活，聊得特别的嗨哈。居然从远处走来一个中国的游客，他说我看你也是中国人，想好心劝你们，这个公共场合稍微声音轻一些。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周围人其实真正被我们影响到的人，他们没有说什么。对，一个原因是我们是聊得非常的快乐，我觉得是有一种这个感染力的哈，是有一种情绪的。其次是这就是一个公共的环境，对吗？也不是说一定要变成一个安静的让你干活的环境，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可能有些朋友这个自己在要求很严苛的环境，确实是互相就是有一种互相的约束吧。所以大家都神经绷得比较紧啊。但是南欧确实不是这样。是的，而且就比如说你说到这个神经绷得比较紧，还体现在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就是跟我们的邻居是相当于说好每个星期，比如说这个星期他帮我们看孩子，我跟我先生出去 date night。然后下个星期我去他们的 apartment 去帮他们看孩子，然后他们夫妻俩可以出去约会。我们那时候是跟孩子有点分离的，一方面是因为在美国孩子就是睡觉睡得早另一方面我在美国吃饭你会有一点压力，就是孩子不能太哭闹，否则人家就是会来看你或者会来问你需要帮忙吗？就会这样子的。但是在葡萄牙，首先晚上很晚。饭店里还都是有小孩，你不觉得你是个很奇怪的带着孩子9点在吃饭的人？这是第一点。第二，就算他哭闹，他会觉得你很正常，你就吵一点或者哭闹一点没关系，甚至吵一点哭闹点，人家还过来送你个东西，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氛围。我们从发热聊到了这个里斯本的很多 family friendly 的因素，南欧这一点真的被我们踩准了。对，而且对我当时的我来说，哇，这一点是非常大的一个 relief，因为我们在美国疫情是个大的 event， 然后大环境就是美国的一些问题，也有 bother 到我们。同时，我的儿子他好像是有一点 hyperactivity 的问题，所以他在托班，在美国的一个比较，就像你所说的一个环境下面，他是比较不能去包容一个孩子是打闹型的。我们就是连续2个托班都是收到老师的信，说如果我们不做点什么，我的儿子就要被退学。哇哦！对，一个是他建议你做些什么？去看 therapist。对，他建议我是去看 speech therapist。当时因为他作为一个老师也不懂嘛，他就说你去看 speech therapist。那我跟我的R1交流好之后，他是觉得更合适的应该是 occupational therapist，所以我就去做评估，然后去看。那其实与其说我做这些是为了我儿子，因为我是不觉得一个2岁的孩子是需要看这个的，但是我为了平复我的学校，如果我不去做的话，我没学上这件事情就对我会有很大的困扰，所以我是为了安抚学校，我让我儿子2岁，我跟他一起上 occupational therapist。哇！但是我们到了这里来之后，我就很紧张，因为我怕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就很紧张。但是这里的老师就说这个年纪，你那时候3岁。这个年纪打闹没关系的，长大了一点会好很多的。主动安慰你哦。对，所以之后他确实这个去打别人或抓别人的这个问题是真的好了很多很多。哇，
对于小孩有一种很宽容的、很开放式的态度。对，但是你可以想象那时候在美国，我的心情就会很不好，很紧张。一方面是疫情，一方面是看到美国肉眼可见的觉得问题大，加疫情2个人在家里抢电脑，抢着不管孩子，但是孩子有一整天都在家里那种，再加上孩子上学，在这个6个月失学的前后，我们都遇到了就是学校被威胁退学，所以对我当时来说还是真的是需要改变，是需要去做点什么。如果说观众听众不太熟悉我们所说的美国当时出现的一些问题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 ZZ 问题，就是政治分裂的问题啊，包括跟与其相关的这个社会分裂的问题。对，是有些人可能不太敏感，但对你我来说都是影响生活质量的。对，你开始有点担忧你的邻居是不是恨你啊，或者说是不是大家时刻都在差点要崩溃的这个边缘呀，有很大的这个能量的积蓄哈。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觉得我最终选择离开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我们讲着讲着就又变成了一种南欧颂歌，这个是我们节目，我跟 Ella 已经聊过很多次，我们对于里斯本的一种感激哈，对于这种生活方式的这个喜欢，确实我觉得选一个喜欢的地方太重要了啊，这一点我之前在美国的时候可能没有，因为被工作带走啊，带方向，没想到自己能够做一种很开放式的选择的时候，结果会这么的不一样。那我们回到这个 FIRE 的准备工作上这个主题的话，我们刚才有提到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数字都是比较模糊的。那猪猪，你当时有没有定过数字？是把这个数字不断的去擦掉、去改变呢，还是一直就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我当时是想的是，这是我要的一个数字，我就可以怎么样了。但是我在我想要退休的时候，我离这个数字还有一大段距离。但是我就可以做到，我去退休。所以其实我在想，真的要退休，不在于这个数字是什么，而是在于你对自由的渴望有多大。所以我那时候的渴望非常大，我就做的什么事情呢？我就把我的资产算了一遍，当然我每年都会复盘所以其实我自己心里知道我有多少资产，但是我再复盘了一次的时候，我就仔细的想想看我的资产有多少。计算的时候，我并没有把我的自住房算入我的资产，因为我并不知道它在卖的时候，第一卖不卖得掉，第二卖的时候的价格其实也不是你在 Redfin 上看到的价格。但是我能做到的就是我把钱全部拉出来，我可以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就是我的利息每年赚多少钱，我的 dividend 每年赚多少钱，我的那些 mutual funds 大概的 capital gain distribution 是多少钱，这个都是有历史记录的。对，你是可以差不多能够看得到一个未来几年的现金流。所以我那时候算下来，我每个月的收入单纯是 income 而不是 assets， 可以差不多达到大概3000美金。所以我那时候就以3000美金作为一个 budget，我可以去哪里，我可以过怎么样的生活，我以这个为一个基准去看。所以其实你的这个计算还是比我精准一些。我是属于用了一个这个 rule of thumb，怎么说啊，就大毛估往上。因为如果大家对 FIRE 这个概念比较了解的话，可能会知道4%这个概念啊。其实意思就是说，你大概的这个资产总数，总资产 ，however you calculate it， 如果乘以4%，理论上就是你的一年的这个生活费。对。然后如果你每年取这个部分的生活费的话，你的总资产不会消亡，就可以一直滚到你走的那个离开世界的那一天哈。当然这个只是 all math， 这个4可能更高也可能更低，对吧？而且很看一个人的心态。如果说你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的人，你可能做不到在这个4%的这个 assumption 之下就退休。但是如果说你用这个作为一个 guiding principle 去做一个大概的计算，那比如说如果你有100万美金的这个总资产，乘以4%的话，相当于每个月的生活费在3000多美金左右。但是我们实际上呢，我其实是没有买什么分红股票的，我大部分都是指数股票。所以你真的要去看我的这个投资账户的现金流，可能是达不到3000多的但是这个概念支撑着，我就知道，其实如果你总资产有这样一个数，代表着你可以理论上
可以过上这样子月支出的生活。对，我就是说，我是在计算的时候用了月收入，但是我也有用 refer to 这个4%的这个 principle，就是说我每年有没有大于这个4%？那我算下来，我每年是完全没有到4%，所以我心很定。对，我觉得4%太 aggressive 了。如果说真的是我银行里面一共有1个 million， 然后我每个月花$3000多，我不一定晚上能够睡得很好。对，但是这个4%也有人是就是真正去使用啊，但是他可能就是要控制这个支出比较严格。对，万一有一个什么黑天鹅事件的话，或者说市场发生什么事件的话，对他影响也可能会比较大啊。我觉得猪猪刚才讲到一点，我非常非常感同身受的，就是其实真的是看你有多么渴望那个自由。因为我在所谓裸辞躺平的那个瞬间，我也没有觉得我达到了心理的安全数字。这个数字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过了某一个这个受火的这个数字的这个大关之后，其实因为也看你在哪里 fire， 对不对？如果我当时是在波士顿继续留下来的话，那我那个数字可能不太够。对，但如果我可以有了地理的灵活度的话，可能那个数字就绰绰有余。对，完全理解。所以变量太多。对，就假设我那时候当下我算下来是2000，那我就有2000的过法。我们说的这些都是美金。对，或者我可以在葡萄牙的小地方，对，2000够了呀。是里斯本比较的贵哈。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你有多想自由，对吧？反过来的这个硬币的另外一面就是，有些人他可能达到了那个数字，甚至达到了刚才我们说的很肥的火，他的这个目标数字，他也不一定能够有这样的心态，真正去放下来，放下你之前做的一切，离开这个上班这条路哈。所以其实这其中有客观条件，就是你的资产，也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心理的这个能力的建设。在最终犹豫的那个阶段，我发现其实数字当时已经不是阻碍我的这个因素了，而是我的安全感。是不是真的能够跳出来？是不是真的能够接受了以后我就再也不拿工资了？我的履历可能要彻底的这个毁掉哈，因为当中有一个 gap 的话，其实还确实是比较难的。有些事情确实是有代价的哈。所以我觉得当时我缺的更多的是这个心理能力建设，就是一个安全感。对，直到碰到了职场上就是非常非常有毒的一段经历，最终促使我下了这个决心，走了这一步。没错没错。所以我不知道周围的其他的 fire 同学都是以怎样一种契机哈，真的就是银行里达到那个数字，我第2天就交辞呈，我觉得这样的是很少的。但是我在小红书上有跟一个小姐姐妹妹，肯定是比我小很多，她是真的是设置一个目标，然后到的那天她就递辞呈的。哇！对，但我确实我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哇，就是准备了多少年的那一刻。对，我也没有经历。对，我们俩其实都还是跟这个事情有关系，跟这个外界的一些因素有关系哈。但是都比想象中还早。对，我觉得我比想象中还早，除了前面说的几个原因，当然也感谢美股的过去的10年，总体来说是一个长牛嘛，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我还是占到了，可能你说的我错过了，比如说在上海买房啊，我也没有买币，但是可能美股的这个长牛我还是占到便宜了的。我跟你一样，都是还是比较幸运的。待会儿我们可以讲讲这个具体的投资哈，像什么美股啊等等。那当时你在准备阶段的时候，对于退休之后的生活，是有明确的畅想的吗？是比如说我要旅行几个月，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日常的状态？我没有具体的畅想，但我有一种报复旅游的心态，就是我就觉得我已经闷了几年了，我要透透气，所以我一到葡萄牙，我就开始一到葡萄牙找好房子之后，我就开始玩，像出狱那种感觉，就是我想，然后但是等那个平静了之后啊，我就开始又慢慢的开始发现就是城市本身。也是挺美好的。对，因为我没有房也没有车嘛，我当时就是会办那个40欧1个月的那个大公交卡，就是大里斯本的公交卡。我就跟那个 Instagram 上那种什么 Car Free Lisbon 的那种博主，就他会分享路线啊，然后我就跟着他，完全是通过公共交通去不同的地方。哇，好棒好棒！对，所以我没有一个具体的设想我要干嘛，但是我就是知道我先要是
先呼吸一口气，因为我在水下太久了，我先要喘口气儿。喘口气了之后呢，我开始学普语开始尝试一些不同的兴趣班。我觉得这点其实也是因人而异吧。有些人可能对于退休之后的生活有非常明确的规划，也有人说我要报复性的这个看剧看到几点钟，或者旅行多少个国家。但是实际上最后怎么样去呈现退休生活，我觉得也是有一定不确定性的，而且也会变。对，你看剧看了几天之后，你也不要看了。是。我其实当时最大的一个诉求就是不要再上班因为我觉得我的不快乐来自于有老板这件事情，可能有这个客观的这个人为限制。被 burn out 了。对，是的。所以其实当时我刚刚离开工作的时候，确实是，当然是达到了这个目的，瞬间觉得也是像出狱一样的感觉，甚至这种出狱的感觉是在思想上，在精神上，因为你在上海从小长大的，可能一直是多少有点紧绷状态的真正的这种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担心的这种自由度，其实我觉得是当时人生第一次体会吧。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宝贵的经历。有的时候你尝了一口这种自由，你就会觉得我再也回不去了，没有必要再回去了。以前的这种生活也挺好，我感激自己能够坚持下来。但是现在我体会了这种极度的这个自由之后，我就觉得它的这个价格是很高的，我不愿意再被任何人去买断了，买断我的时间。对，但我想到你前面说到，就是说你不想再去工作，以及你之前被 burn out，但是你又有一个在踏出这一步的时候有一个安全感的一个顾虑。对。但其实我那时候没有太多的顾虑，我现在在想，就是说我会想到说，大不了我去。Costco 摆货架，如果是在美国的话，那现在在里斯本，我就觉得，我也挺想尝试体力工作，因为我其实没有做过体力工作，我其实很好奇，体力工作是不是像大家说的那样，虽然一直站着一天会脚很酸很累，但是你睡一觉就恢复了，而不是像体力工作，你很多的你的 stress 是来自于你睡一觉也恢复不了的那个状态。我并不介意再去工作，但是我不想做的工作，就是说我希望我有能力去选择一个工作的性质，就比如说即使去卖冰淇淋，我可能也会觉得我很想尝试，很想去体验一下。是的，因为你说的这种真正的累我感触太深了，就是当你这份工作真的很侵入你的生活，侵入你的睡眠的时间，侵入你开车的这个时间，洗澡的时间，我都在想，你都会在想，脑子没有停过。没错，这代价太大了，确实是。所以体力劳动，我想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脑力劳动者会被建议说，去做一做体力活，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帮助。这一点其实大家可以在没有fire之前就可以去体会我还想补充的一点就是，刚才你说到，我确实有提到有一种安全感的需要被建立，同时工作上可能要碰到足够多的这个挫折，这些因素通通加在一起，才把我推到了这个工作之外。其实很大一个原因，一个是我自己给自己的限制，就是我觉得，因为你是结婚了之后，身份不用担心我是一直处于这个要不就是 F1 学生签证后期的工作，要不就是 H1B，在这两种身份当中转换。非常的累，但是同时你又觉得好像是一种隐形的捆绑。对，是的。因为好不容易在美国建立了这样的生活，你要放弃的话是一种彻底的放弃。对，我理解。所以对我来说，我当时可能就是被这样的一个签证的限制，变成了一种绵羊这么久如果说没有这个签证限制，如果是我在上海自己的主场的话。那早就想 gap 就 gap， 想干嘛就干嘛了。我理解。所以在美国这个阴差阳错，让我变成了13年的绵羊，因为学生年份也算进去的话，一共13年，一定程度上帮助我就是获得了一种职业的这个连贯性包括工资的增长等等，也帮助了我现在的这个原始资本的累积。但是也非常的痛苦，这是一种慢性的很大的一种伤害。我曾经看到有朋友在小红书上抱怨类似的问题，就是被这个美国签证压的连性格都变了。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感同身受。所以20几岁的自己，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也有朋友是这样子，但是我就觉得他完全是可以 fire 他的资金，但他为什么不呢？就是因为他是从 H1B 然后接着排期排到的，对他来说，他
努力了很多的时间，很多年10几年的时间，到了现在你让他放弃没有那么容易的。没有，对，这个心理上的一种阻碍，对不对？我觉得还有一个阻碍就是周围的人，因为你知道我的背景当中，就是周围接触的人都是一些精英 Type A，对吧？然后大家都是在比较谁的野心更大，但是说的时候都是轻描淡写的说我不用怎么那个没有很努力啊什么的，实际上一个个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ambitious，但是这样的环境也是造成我很不快乐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因为我也不知道大家都在追些什么东西，我看我们老板的生活没有一个让我感觉到很向往，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所经历的，我正在做的事情，还有周围人在做的事情，跟我心里真正想要的一种哲学，已经开始明显的形成了 conflict， 形成了冲突。所以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我需要一个改变，也是离开，或者说产生一些距离吧，跟这样的圈子产生一些健康的距离。跟这样的圈子，比如说我的商学院同学啊等等，我还是有很多的联系的，但是在你过渡的这个阶段，可能就会需要远离像 LinkedIn 这样的东西调整你自己的心态，或者说你也可以跟这些圈子的老朋友就去讲你内心很真实的东西，而不是去互相比较或者说 benchmark， 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很真诚的就是互相沟通的这个前提之下，其实也有很多我的精英朋友们也会展露他们的这个担忧啊、焦虑啊等等，你会发现其实大家都是相似的，所以这一点也给我很大的益处吧。一个就是远离那些真正有毒的人，另外一个就是跟其他这些台北的这些圈子中的朋友以诚相待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很帮助我能够走出来。那现在就是又加了一群新的朋友。是的。今天话题的上集先聊到这里，下集会很快与大家见面哦。谢谢收听收看。